在一段骂了2个小时脏字且不重复的视频爆火之后，有一位贵妇找上了我。她说道：“1个月给你1000万，嫁给我儿子吧。”我正准备破口大骂这是骗子，却听见贵妇人眼中含泪道：“我儿子性情温和柔弱，遭遇意外后时常被人欺负，而你的这张嘴正适合保护他。”在宴会上，我看着坐在轮椅上的那个清俊男人，他被人讽刺挖苦，却默默无言，心中不禁涌起怜悯之情，于是点头答应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撞见我的病弱丈夫，他高高的坐在上位，眼中满是威严。他冷冷地看着那些被他搞破产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人。此时我心中疑惑：亲爱的婆婆，你确定你儿子真的柔弱不能自理吗？陆泽，听说你新婚了，认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可送的。男人露出恶劣的笑容，不怀好意地打量着我。要是你不行，兄弟我可以替你洞房。我也笑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来床底下偷听吗？屋角那有个狗笼子正适合你。我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只是你这样的我们可不愿意啊。都说会咬人的狗不叫，你叫得这么欢，想必是个外表光鲜实则无用的废物。男人被我气得满脸通红。你，我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各位，洗手间暂时不能用了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只吸引了周围几个人的注意。我转头看向男人，嗤笑一声，因为这位先生的嘴里就像装了个马桶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吵？男人瞬间暴跳如雷。你怎么这么粗俗？我毫不在意，这已经算很文雅了。要是你想听更难听的，我也可以说给你听。把男人气走后，坐在轮椅上的陆泽轻声向我道谢。我看着他这副文文弱弱受气包的模样，心中怜爱之情更甚，连忙安慰他：放心吧，以后我会专门守护你的。陆泽也露出温和的笑容，说道：那就多拜托你了，老婆。我被陆泽的老婆2字说得满脸通红。和陆泽结婚这件事说起来真是荒诞至极。那原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暑假，我放假回家准备洗自己积攒的一堆衣服。刚回来的我没及时查看村长的消息，结果洗衣机在最后关头停电了。我只好费力的把满是泡沫的衣服掏出来，满满一盆，拿到院子里冲洗掉泡沫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。村子里的孩子一辈子都难以走出这个村庄，女孩子更是大字不识一个，只能早早结婚生子，伺候一大家子。就像眼前这个女孩子，年纪不大，又瘦又弱，却要洗夫家一大家人的衣服，让他们见识到从未见过的世界，给他们送去温暖。这就是我们直播存在的意义。走不出村庄，大字不识，洗一家人的衣服。我满脸疑惑，心中自动配上了一个我码的表情包。对方举着手机，一边拍摄一边直播，旁边还有一个人背着包抬着打光板，时不时应和几句。这简直就是开局一张图，剩下的全靠编啊！我听他越编越离谱，甚至开始借着这个由头收礼物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拎着洗衣服的棍子就冲了出去。给我闭嘴！一声怒吼，主播愣住了，直播间的观众也都愣住了。接着我展开了一场极为粗俗的骂人表演，持续了整整2个小时，那些脏话都不带重复的。最后我还拉着心态崩溃的主播和助播，让他们看了我的学位证和毕业证。原本我还没骂完，可直播间因为脏话太多被封了。这种为了谋取流量而编排他人的直播，被封也是罪有应得。我狠狠出了一口恶气后回到屋子，没想到却意外的火了起来。有人把这段截取出来，封我为大学生第一铁嘴，甚至还有一堆人雇我去骂人。我没太在意，可没过几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对方言简意赅地说：1000万，嫁给我儿子。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恶作剧。直到我站在他们家的3层别墅前，我才意识到他们是来真的。一个打扮得很富贵的女人告诉我，她的小儿子前不久出了车祸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以后只能坐轮椅了。正因如此，有很多人明里暗里的嘲讽挖苦他们，他正需要像我这样能骂回去的人。我既有学历又会骂人，简直就是天选的战斗机，不是天选的儿媳。这听起来有些荒诞，但荒诞之中又透露出几分合理性。我犹豫着说，结婚毕竟是件大事，1000万，要不我先见见令郎，1个月1000万。好嘞，妈，1个月1000万，就算对方是只癞蛤蟆，我都能忍。当然，陆泽不是癞蛤蟆，甚至比我经常刷的那些网红帅哥还要帅几分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时坐在轮椅上的陆泽明明很温柔和煦，却还是招来了几个人对他的嘲讽挖苦。我原本不明白，在这样的豪门世家，就算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么能这样欺负人？直到看到站在正中心被众星捧月的陆泽哥哥陆成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豪门的水真深啊！陆泽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，但他还是在极力忍耐着。从小到大，我灵魂不怕打架，不怕骂人，就怕这种可怜巴巴、委委屈屈的样子。只要一碰到，我的心就会软得一塌糊涂。我当场就气血上涌，这个人我照定了。陆泽是个性情很温和的人，即便突然遭遇意外，他也没有怨天尤人，把气撒在别人身上。反而是我，进了别墅的第一天就骂哭了3个搞小动作的保姆。他们看着陆泽断了腿，以后继承家产无望，就极力讨好陆成，把陆泽这边的消息透露得像筛子一样。我板着脸把他们一个个辞退。陆泽坐在一旁，结束后还递给我一杯温水，口渴了吧？瞧瞧，多好的一个人，就被这些人这样欺负。晚上的时候，陆泽更是善解人意。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感情，嫁给我是委屈了你，我绝无冒犯你的意思。别墅房间很多，
你随便挑一间住，如果喜欢我的主卧，我就搬出去。我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你现在身体不方便，我必须随时照顾你。担心压到陆泽的腿，我干脆在他床边支了一个小床，半夜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我感觉好像有人在说话。不用留了，他以为死了就算了，死了也得给我吐出来。什么死了算了？我猛然惊醒，难不成他的温柔开朗都是装的？他其实已经抑郁到想不开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扭头一看，陆泽已经不在床上了。我急急忙忙跑到阳台，看着陆泽正坐在阳台的椅子上，神情怅然若失，忧郁、可怜、孤独。听到声响，陆泽回过头来，月光下他眯了眯眼，眼中闪过一丝厉色。我看着丢在地上的拐杖和远处的轮椅，心疼不已。你是不是回不去了？回不去你就叫我啊。我睡眠很好，不怕吵醒。我推来轮椅，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回去。躺在床上，我依然辗转反侧，满脑子都是他那句死了算了。没想到我们同时开口，你听到什么了？你要坚强地活下去啊。沉默片刻，我们同时开口后，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我只当陆泽心情郁结，被我撞破后情绪更低落了。想了想，我从小榻上翻下来，爬上了陆泽的床，然后轻轻握住他的手。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明天我们再找医生好好问问。天下之大总有神医。再说了，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现在没办法不代表以后没办法，人活着才有希望。我捏了捏他的手，别说这富家公子娇生惯养，皮肤摸起来真嫩。直到陆泽不自然地咳了一声，我才从老色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，继续说道：至于那些管不住自己嘴的，放心，我会让他们知道做人的道理。我感觉自己好像上了一个大当，婚前说好的1个月1000万给我，等我嫁过来就变成了我和陆泽这里的全部开销，1个月只给1000万。我瞠目结舌地看着管家递来的账单，不死心地又查询了一遍余额。陆泽乖顺地坐在一旁，脸上有些不好意思，是我拖累你了。我明白他的未尽之意，豪门之争向来残酷，倘若陆泽一切健康，或许还有一争之力，可如今他双腿俱废，比起他精明强干的哥哥，立刻就成了弃子，如今只能依靠向家里人索要钱财来维持生活。陆家坐拥巨额财富，这区区一笔钱根本不算什么，只是他们觉得他没什么用处了，便可以随意敷衍对待。我安抚他道：没关系，1000万足够了。安抚好那如同浇花般脆弱的陆泽后，我立刻变了脸色，急切地唤来管家，这还没到月中呢，怎么就花出去500万？我仔细梳理着账单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这是什么冰块啊？一袋居然要300多美元，是用天庭的水制作的吗？等一下，这牛肉怎么还加了1万多的机票钱？看完一圈后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资本家果然不会坑穷人，就像前几天给我置办的珍珠耳钉，其实就是一对合成树枝，那5000多的手镯不过是电镀铜罢了。我拦住管家，以后我的首饰就不用置办了，有这些钱买纯金不好吗？还能保值呢，就算拿100多块，也绝对能买到一对货真价实的珍珠，一下子就省了3900呢。我对这些资本家所附加的多余价值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吃午饭的时候，我盯着陆泽优雅地切下一块牛排，他被我看得有些发毛，迟疑地把叉子递给我：你要吃吗？不，你吃你的。我热情地推辞着，满脸期待地看着他。陆泽看起来有些疑惑，但还是乖乖地把肉放进了嘴里。好吃吗？他点点头。我笑眯眯的，带着几分诱惑的意味。那你觉得跟昨天的肉相比，有什么差别吗？陆泽插着肉愣住了，不确定地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眼神中透露出迷茫。你瞧，澳洲空运的牛肉和我家现杀现运现吃的黄牛肉，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。这笔钱我稳稳地省下来了。哼，资本家，别想再从我这里骗走1分钱。月底是陆泽哥哥陆成的生日宴，午后我叫来管家，狠下心给陆泽订了价值50万的胸针和袖口。陆泽刚好进门，我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把他推了进去。你不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资本家吗？前几天把自己的首饰都卖了，怎么现在又给我订这么贵的？我把选好的样式递给他看，我对这些东西不在意，只是你哥的生日宴肯定有很多和你相熟的人，这些人先进衣着光鲜的人，后进身份地位高的人，可不能让他们看笑话。至于我，谁不知道我是乡下出身，没有奢侈品不是很正常吗？就算没有，我还可以骂回去呢。陆泽被我逗笑了，抬手合上了册子。那我也不要了，到时候你一起帮我骂回去。他歪着头，眼底闪烁着几分狡黠。陆成的生日宴可想而知，来的人对陆泽都没什么好脸色，每个人都想踩陆泽一脚，以此来讨好宴主人家。为了这场硬仗，我特意回家向村头那些战斗力极强的婶婶奶奶学习了新的骂人方式。陆泽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手上一个个是口红的色号，他认真地看了一圈，从里面抽出一支，用这个。我拿出另一支，把他手中的替换掉。陆泽轻轻地把口红涂在我的唇上，动作轻柔。我对着镜子左右端详，满意极了。正宫红，谁涂谁的气场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我今天要用它镇住场面。陆泽微微一笑，伸出手指在我的唇上沾了沾，然后抬手抹在了自己唇上。是吗？那我也用它镇场面。一直到了别墅门口，我脸上的热度还没消退。陆泽真的是太会撩拨人心了。原本都冷静下来了，
陆泽在车上又拉着我的手系上了一个手链，那亮晶晶的各种宝石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闪闪发光的珠宝，我左看右看，喜欢的不得了。你怎么买的呀？不是说好一起走极简贫穷风吗？陆泽笑着眨眨眼，用私房钱买的。我点点他，好啊，陆先生，刚结婚就敢存私房钱了。我们来的比较晚，进门的时候厅内已经有不少人了，只是众人都穿着华丽，谈笑风生，却都没有要和我们交谈的意思。从故意挑衅到视而不见，这是他们尝了我的厉害之后换的新招数吗？不过我和陆泽都不在乎，我们只管过好自己的生活。那些爱攀高踩低的人根本没必要理会。我推着陆泽来到点心台，给他选了一些吃的。陆泽因为之前的意外伤了身子，时常会感到虚弱和低血糖，所以我一直牢牢地盯着他每天的饮食。我们这样恩恩爱爱，自然有人看不下去了。陆程端着酒杯过来和陆泽打招呼，他扫了我们几眼后，摆出兄长的样子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怎么穿得这么朴素？是不是你身边的人私吞了钱，故意欺负你？要是钱不够，就跟哥哥说，就怕身边的人手脚不干净，看着我们陆家的富贵，动了歪心思。”陆程这是在点我呢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刚要开口，陆程身边跟着的一个男人抢先说道：“是啊，俗话说得好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陆先生，陆家家大业大，可得好好管理啊。”我笑了一声，低头看向陆泽：“这是你孙子吗？”陆泽一脸疑惑，抬眼疑惑地看着我。那男人不满地说道：“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我又不姓陆。”“是啊，你不姓陆，管陆家的事做什么？把手伸到我们家，我还以为你是陆泽的私生子呢。”陆程皱着眉头教训我：“来的都是陆家的客人，你别在这里丢陆家的脸。”陆泽的眼眸微微一动，脸色微微沉了下来。“是啊，你们陆家怎么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，玷污了陆家的门风？老二断了腿，眼光怎么也这么差？”我俯身朝着陆泽望去：“你是不是藏了不少私房钱啊？”陆泽轻轻点了点头，随后我直起身来，猛地抬手，一拳砸向那男人的眼眶。砰的一声巨响，那男人发出凄惨的叫声，连忙捂住眼睛。陆程大惊，猛地抬起头，正欲怒斥我：“你！”我又扬起另一只手，再次给他一拳。顿时宴会陷入了一片混乱。我推着陆泽撒腿就跑，陆泽的轮椅在我手中仿佛被赋予了飙车的速度。我们俩飞快地躲进了别墅的小花园。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缓缓抬起头，正好对上陆泽那含笑的头。“陆先生，你不会怪我惹出这祸事吧？”陆泽微笑着摇了摇头。“那现在你有什么感受呢？”他模仿着我的语气开口说道：“爽。”唉，原本文雅的陆先生，如今怕是被我带坏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。我从口袋里掏出2个点心，可惜其中一个已经被压碎了。陆泽十分大度，将他手中的那个掰成了2半，递给了我一半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我坐在地上，躲在宴会的小花园里，一起分享着这半个点心。你觉不觉得我们俩现在特别像，就像是豪门里落魄的夫妻？事实证明，话真不能乱说，饭也不能乱吃。在我和陆泽调侃破产夫妻后的半个月，陆家突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。按理说，像陆家这样根基深厚的家族，本不应该如此轻易的轰然倒塌。可谁能想到，竟然会资产急剧缩水，资金链彻底断裂。即便我对生意场上的事情一窍不通，也能感觉到其中的蹊跷。直到陆泽告诉我，陆家破产，恐怕再也供养不起他了。我的心中猛地一动，难道是陆程为了摆脱弟弟，自己导演了这场大戏？我不想拖累你，如果你想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办理离婚手续。陆泽说出这番话时，表面上看似云淡风轻，可独自一人坐在那里，却比谁都要显得脆弱可怜。怎么会呢？你别瞎想了。我抬手抱住他，满心沉浸在他被家人抛弃的心疼之中，完全忽略了陆泽眼中一闪而过的暗光。我带着陆泽回到了自己在乡下的家。我的房子虽然不大，但五脏俱全。陆泽摇着轮椅在小院里转了又转，眼中满是好奇。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这都是我亲自设计的哦。我推着陆泽给他介绍着，一边解释道：“和家里人闹翻之后，我就一个人搬出来了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小家完善起来。”陆泽询问我为何会和家里人闹翻，还不是因为重男轻女。在我家里，我就是给弟弟当牛做马的命，连书都没机会读，索性就躲出来了。他们要是不愿意，那就跟他们干一架。你以为我这骂人的本事是天生的啊？那还不是在一次次的实战中练出来的。他们这些人啊，就知道欺软怕硬，色厉内荏，不然怎么老是要求女儿家要3从4德，就怕我们一个个都变得强悍起来，变成母老虎。回到了自己的领地，我久违地感受到了一丝安心，于是和陆泽多聊了几句。晚上，我坐在自己的小床上，打开了一盏夜灯，夜灯的光芒朦胧，氛围也变得格外旖旎。陆泽半躺在床上，眼中含情脉脉，正望着我。我激动地跳上床，来，我们做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从床边拿起一个小袋子，给你看看我们的财产。陆泽那柔情似水的表情瞬间崩塌了。对于你们有钱人来说，1个月1000万或许不算什么，但对我们而言，那可是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啊。这几个月一直在削减开支，就是为了防备这一天的到来。陆泽的表情微微一变，你哥哥一直把你视为眼中钉，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的。你母亲呢，虽然你是他的儿子，他心疼你，
可毕竟以后还是要依靠你哥哥，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会舍弃你，要不然在你受到嘲讽的时候，他就应该站出来为你撑腰，而不是让你娶我进门做他的马前卒。陆家的财产损失了一大半，陆成死死咬住剩下的那一部分不放，而陆母呢，在陆家出事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你放心，这些钱足够我们过上后半辈子的安稳生活了。我和陆泽就这样在乡下安顿了下来。现在的我有钱又有闲，眼前还放着这么一个温柔的大帅哥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命运总是对我如此慷慨，在我如此快乐的时候，邻居家又迎来了一个新帅哥。听说他是邻居在外读大学的儿子，放假回家了。这个年轻蓬勃的男大学生彬彬有礼地来家里借东西，看着他，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。此我正和邻家帅哥聊得火热，屋子里的陆泽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喊，我心急如焚，匆匆忙忙地跑了进去。怎么啦？陆泽的脸色有些苍白，还在安慰我，没事，只是腿稍微有点疼而已。有客人来了吗？让他进来坐吧，我们前几天新晒的茶正好可以用来招待他。我现在哪里还顾得上别人啊？自从和陆泽搬到新家以来，他的腿从来都没疼过。这里什么都好，就是医疗资源太差了，我生怕是因为没有定期请医生检查，他的腿又出了什么问题。我在他的腿上又按又捶，我真的没事，别担心。虽然他说没事，但往后的几天，他的腿时不时的就会疼上几次。这下我几乎是一步都不离他左右，紧紧地黏住他。即便这样，我还是不放心。陆泽腿脚不方便，我把他安顿好后，出门给他买药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陆泽正坐在院子里和邻居隔着墙说着话。那个男大学生邻居看到我，脸色大变，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，转身就跑掉了。只剩下陆泽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等我走到他身边，陆泽抬起头，声音很轻：欢欢，如果你真的遇到了能够照顾你的人，就把我放下吧，我不会怪你的。不管怎样，我都期盼着你能拥有幸福。我满脸疑惑地问，无缘无故的，怎么突然说起这种话？莫非是邻居家的那个大学生跟陆泽说了什么？可不管我怎么追问，陆泽都不再多言。到了晚上，屋里静悄悄的，我在卧室没找到他，情急之下推开了浴室的门。靠在浴缸边的陆泽微微抬眼，随即又将目光移开，顺着他的视线，在弥漫的水汽中，我瞧见了他那白皙诱人的肌肤。他天天不怎么运动，怎么身材还这么好？真让我羡慕嫉妒。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不断翻腾，我盯着他的目光渐渐变得呆滞。陆泽微微一笑：欢欢，想摸一下吗？这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我赶紧凑过去，把手放在了他的身上。陆泽惬意地躺在浴缸里，松开手任由我抚摸。就在我越摸越入迷，毫无防备的时候，他突然用力将我拉进了浴缸。我下意识的挣扎，却被他紧紧搂住了腰。老婆，别乱动，你最心疼我的腿了，不想让他疼，对吧？俗话说，心疼男人会倒霉，要不是心疼陆泽，我现在也不至于瘫在床上变成一条鱼干。那个始作俑者还靠在床边，把玩着我的手。老婆，你醒了？他眼神亮亮的看着我。昨天老婆是不是答应我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抛弃我？我还在生他的气，愤愤的想抽回手，声音沙哑的说了句没有。陆泽眼中的光瞬间暗淡下去。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你，是我说的，是我答应你的，行了吧？我最见不得陆泽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每次都会心软。智者不入爱河，我却像个冤种一样重蹈覆辙。不过最近陆泽有些反常，变得非常奇怪。以前他性情温和，却总是隔着一层纱，带着几分疏离。但自从跟我搬到一起后，他就拼命向我示弱，还老是让我反复承诺不会抛弃他，好像我是个有着黑历史的渣女一样。直到那天，我撒娇耍赖说身体不舒服，他少折腾了我几次。夜里我睡得没有平时沉，迷迷糊糊中似乎听到身边的人下了床，却没听到轮椅的转动声。没有轮椅，陆泽怎么出去？这是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想法。我强撑着睁开眼睛，只看到陆泽的背影在门口一闪，他好像竟然是站着的。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我当然不会傻到以为这是今天出现的医学奇迹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外表看似可怜的家伙瞒着我什么事。我迅速起身跟了上去，夜凉如水。陆泽冷漠地站在那里，对跪在面前求饶的人视而不见，甚至抬起脚从为首的那个中年男人的手指上碾了过去。我气笑了，没想到我这小破院子竟然有一天能看到这样的场面。正当我纠结现在冲出去骂人会不会影响陆大佬的威严时，他好像有所察觉，忽然抬起了头。我们猝不及防的四目相对，他眼神一软，又要露出平时那副可怜的模样。演上瘾了是吧？真相就像我看过的那些豪门小说一样，狗血又荒诞。不同的是，那个阴暗蛰伏、手段狠厉的小说男主本人就在我的身边。陆泽和他哥哥明争暗斗多年，陆成以为一场意外就宣告了自己的胜利，却不知道这只是陆泽布局的开始。陆家的资金链断裂是陆泽的一次清算，他借此将自己从陆家分离出来，然后开始疯狂地进行反击。至于所谓断掉的腿，从一开始就是正常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身体是健康的，手里还有很多财产。陆泽乖巧地坐在沙发上，小心翼翼地点点头，然后又急忙补充道：我确实在那场事故重伤了腿，阴雨天会有些疼。他垂下眼睛，露出一副可怜的模样。你之前答应过我的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抛弃我。哼！我喝了一声，抬起头看向他。
与陆泽那漫长的试探和纠结相比，我对他的身份转变欣然接受，精神抖擞地搬进了陆泽布置的新家。陆泽的翻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每天都有一群人战战兢兢地上门道歉求情，其中还有被我骂过的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陆泽就会把目光投向我，压根没瞧他，更没闲工夫去管他。我正忙着第180次抹撒那光滑华丽的螺旋楼梯呢。昨日陆泽刚把这套别墅登记在我的名下，这般好的房子怎么就归我了？真带劲！陆泽身价猛涨，我的情敌数量也开始急剧增多。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怎么在意，他每月给我2000万，就算他在外面开后宫，我都不会介意。然而陆泽却没有让我清闲的意思，每次应酬碰到有人要插队，他总会灵巧地往后一退，然后淡淡的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家那位可招惹不起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便会华丽丽的登场，火力全开的轰击每一个缠住陆泽的人。我的战斗力早在陆泽装断腿那会儿就已经有目共睹了，现在这么一掺和，母老虎的名声就更响了。罢了，看在他给那么多钱的份上，这戏就演着吧。但今天的情形明显不太一样。陆泽发消息把我叫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了几分醉意，在他身旁的那个女人浑身都是奢侈品，显然是个富家小姐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昂首挺胸、理直气壮的模样，让我一时间都分不清我们俩谁才是正宫。好事者立马提醒我，这是陆泽之前的未婚妻。哦，不管是未婚妻还是未婚夫，前任都已是过去式了，在这儿刷什么存在感？哦，前任，你好，我礼数周全，林欢是吧？我劝你认清自己的身份，你出身乡下，根本配不上陆泽，我劝你识相点。这熟悉的台词，豪门狗血8点档，居然也让我给演上了。我扶住陆泽，可是他每月给我2000万呢。你们家这么有钱，要不要跟他竞价？林欢被我气得深吸了一口气。据我所知，你也是个大学生吧？毕业后不去工作，偏偏做个寄生虫，你不觉得自己丢脸吗？丢脸！我夸张地重复了一遍。我可是粉领哎，你有没有听说过粉领身上带？月薪3500，要是你会选什么？陆泽似乎不太高兴。回到家后，我确定他已经醒酒了，可他依然不太说话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，突然蹦出一句：“老婆，要不你还是骂我一顿吧？还有这种要求，我觉得你不喜欢我，你只爱我的钱。天地良心，这话可冤枉我了。我每晚都抱着你的腹肌，爱不释手。”不是，陆泽被我噎了一下，不是这种不爱，我觉得你没那么上心。你看，我之前瞒着你那么大的秘密，你都没骂我，说明你对我没投入那么多感情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，所以呢，我该怎么做？难过、愤怒、悲伤，不理我，冷眼瞧着我苦苦哀求，然后呢，最终愿意原谅我，然后我们破镜重圆。对啊，我一拍大腿，我们现在就到最后一步了，大团圆。陆泽还想说什么，被我抬手捏住了脸。陆泽，我知道你纠结的是什么。首先，你并没有对不起我，而且我一路走来，敢爱敢恨，不矫情，不内耗。我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，也从不会伤害别人。说我汲汲营营也无所谓，我不在乎，因为我无比确定，我在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向上攀登。我不会纠结于过去而毁掉现在，当下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之前陆泽断腿的事情不胫而走，一切都如他所料，陆程得意的尾巴都快藏不住了。不少身边人也当场上演了变脸，陆泽在心底冷笑，这样也好，到时候一起清算，一个都别放过。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那个老婆从天而降，他本以为这是陆程或者他那个母亲选来的内奸，但观察了几天之后，他得出了结论，应该不是陆程的人，那就是爱钱呗，每月1000万，他妈倒是挺舍的。不过都是鳄鱼的眼泪，不然也不会压制着意外的调查。一心只想保住大儿子，于是他故意让管家把1000万模糊成2人的共同开支，还拉了一份天价奢侈品的账单给他。果不其然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急得直跺脚，偷偷削减了别墅的一大笔开支。不过是个爱慕虚荣、小家子气的女人，但他竟然有点心动。尤其是每次他挡在他身前的时候，见惯了豪门的虚情假意、暗藏心机，这种直来直去的方式真的很爽。说出来的时候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竟然也会不知不觉被他同化、感染，和他在一起，是一种很纯粹的快乐。要是不用刻意装可怜的话，在他看来，对别人示弱并一再同情怜悯的人是无用的善良和愚蠢。可他还是一次次利用他的同情和可怜，似乎只有用这种方法，他才能从他那里多获得一点关注，多获得一点爱。直到这场局的破产大戏来临，他还有了一丝遗憾和不安。为钱而来的小妻子会不会就此离他而去呢？那可真是太遗憾了。不是为小妻子假装这么久而希望落空而遗憾，而是为自己无法再和他继续扮演恩爱夫妻而遗憾。啊，不用遗憾，既然他将钱财视为至上，待他的布局大功告成，再将他重新召回也无妨，以威逼和利诱相迫。只因他曾离他而去一次，他的手段定然不会让他感到愉悦。他心中思绪万千，竟隐隐有些期待。然而事实再度出乎他的意料，那个他曾误以为只贪图钱财的小妻子，此次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他。
甚至他先前以为他在开支方面耍的小手段，原来也只是未雨绸缪的谋划。内心阴暗的人最为惧怕遇到心境澄澈的人，因为他就如同一面镜子，将他所有的阴暗与丑陋都映照得清清楚楚。明明早已稳操胜券，他却一次次推迟收网的时间。他突然间变得胆怯，不敢让他知晓一切。他能否接纳他的阴暗与心机呢？他出乎意料的欣然接受，他却并未因此而欣喜若狂。难道他对他并非那般在意？他为何一句责骂都没有？当初以身设局时都能安然入睡的陆泽，此刻却突然失眠了。他故意用前未婚妻去试探他，可他依旧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。听了他的话语，他终于明白，从一开始林欢就是那种心境澄澈如镜的人。他温暖、真诚、热烈，始终活在当下。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每一个人，会同情，会怜悯，不会在意，也不会纠结。他将永远如太阳般耀眼夺目，而他甘愿追随太阳，驱散身边的阴霾。